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最近中国房地产板块跌的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！怎么说呢？一个原本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白名单政策，现在成了最大的笑话。先跟大家说个数据啊，12月25号，房地产板块可是惨遭血洗，中州控股跌幅超 9%， 黄庭国际直接掉了7个多点，连带着深圳业也跌了6个多点。这还不是最惨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沪深两市破净股票高达394只，而房地产股就占了46只，可以说是破净重灾区。说到破净，我给大家解释下什么叫破净，就是一家公司的股价连它账面上的每股净资产都不如了。打个比方啊，就好比你家公司账面上明明有100块钱的资产，但市场觉得它就值80块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市场对这些房企的未来预期都是悲观的，不能再悲观了。那你说这是不是个例？不是。我们来看看另一组数据。就在上周，有房地产锚之称的万科，累计跌幅达到 7.02%。深成指整个房地产开发板块更是直接跌了 5.12%。这些数字看起来或许觉得还好，但你要知道，万科可是有深圳地铁这个国资背景的金主爸爸，连这样的公司都扛不住了，你说这市场得烂成什么样？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摩根士丹利的预测，他们认为明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会下跌 12%。而且我特意查了下，惠誉的预测更是直接房价跌 5%， 新房销售面积跌 10%。这些国际机构可不是在唱衰，他们的预测往往都比较保守。既然他们都说会跌这么多，那实际情况只会更糟。你要问为什么会这样，且听我给你捋一捋最新的官方数据。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1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里，有多少城市房价在跌你知道吗？59个，这已经是连续第5个月下跌了。不仅如此啊，前11个月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，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跌 10.4%， 新房销售面积暴跌 14.3%， 销售额更是狂跌了 19.2%。 可能有人会说，那不是有保交楼吗？有政府兜底吗？但问题是，这些数据里还藏着一个更吓人的细节，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增长了 12.1%， 新开工面积直接减少 23%， 竣工面积更是腰斩 26.2%。 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开发商们已经不敢再建新房了，因为卖都卖不掉啊。最近住建部又跟其他5个部委开了个会，说要继续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。但你仔细一看，这些政策可不就是把5月份、9月份那些老政策又重新翻炒了一遍吗？这不就是炒冷饭吗？说白了，就是没有新招了，只能靠嘴炮来提振市场信心。大家说说，这样的市场形势下，还指望着房价能回暖吗？我看悬。毕竟连最稳的万科都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现出了危险信号。它2025年到期的美元债券，1周之内就暴跌了10美分，现在只值80美分了。更惨的是，2027年到期的债券直接跌到49美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国际投资者认为这笔钱能收回来一半就不错了。说到房企债务违约，那真是一个比一个惨。大家知道这3年发生了什么吗？根据标普的统计，从2021年到2023年这3年里，超过50家房企要么违约，要么还不上债。这个数字大得吓人啊！平均算下来，差不多每个月就倒下1个半房企。我特意给大家整理了一下今年的违约名单，碧桂园、金辉集团、朗诗绿色、迪马股份、雅居乐、富力地产，这些可都是曾经的明星房企啊。就拿华南5虎之一的富力地产来说，它现在已经被广州越秀区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你猜他欠了多少钱？
截至今年10月底，光是有息债务逾期就高达351.96亿。更可怕的是，这3年半时间里，富力地产累计亏损达到了547亿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政府不是推出了什么白名单吗？说是要给这些优质房企放4万亿的贷款。可是你看看这效果，模范生万科都快撑不住了，更别说其他房企了。我来给大家算个账，今年1季度的时候，央行公布的房地产开发贷余额是13.76万亿，1季度新增了6090亿。到了2季度呢，余额只剩13.77万亿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2季度基本上就没放什么贷款，到期还的都比新增的多。有意思的是，现在官方又说要搞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。这个政策听起来很唬人，但是让我给你算算这笔账，按每套改造成本100万来算，100万套就要花1万亿。可是你知道现在全国的房地产库存有多少吗？超过7亿平米啊！按每套100平米算，那就是700万套房子在积压。你现在花1万亿去消化100万套，也就帮房企消化了14%的库存，连9牛1毛都算不上。更搞笑的是，全国35个主要城市加起来，总共也就170万套需要改造的城中村和危房。你今年要拆100万套，那明年呢？后年呢？我还特意去查了数据，大城市一年新增的危房也就10万平米，折合下来也就1000来套。35个城市加起来，一年也就新增3.5万套危房。这不是典型的刷数字吗？而且咱们想想看，你说房地产已经止跌回稳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出政策？就拿最近这波政策来说，4个取消，4个降低，2个增加，听起来挺唬人，但是仔细一看，不就是把5月份和9月份的老政策重新包装了一下吗？还有啊，现在多地开始喊着要取消公摊面积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开发商以前卖房子的时候，把楼道、电梯间这些公共区域的面积也算在房子里面，让老百姓多掏钱。现在市场不好了，就说要取消公摊。但是大家别被忽悠了，这不过是变相降价而已。因为开发商建这些公共区域的成本又不会凭空消失，最后还是会加到套内面积的单价里去。这就好比你买西瓜，以前是连皮一起称重，现在说只称瓜肉。但是卖西瓜的成本没变，他肯定会把瓜皮的钱加到瓜肉的单价里啊。所以说到底，这就是一个障眼法，根本解决不了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。要我说啊，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就像一个生病的人，但是医生不给开对症的药，就在呐喊你已经好了。你已经好了，这能治好病吗？来说说最本质的问题吧。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在会这么惨吗？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要命的原因。第一个，人口红利彻底消失了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明摆着的事实。现在的年轻人别说买房了，连结婚生子都不愿意了。你想啊，一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，房地产还能像以前那样暴涨吗？做梦呢。第二个，所谓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停滞了。以前房价暴涨，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进城买房支撑的。可现在呢，城市里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，工资水平也上不去，农民工都开始回乡了，谁还跟你买房啊？第三个，大家对未来普遍缺乏信心。你看看现在的就业形势，再看看老百姓的收入。我给大家找了组数据，2023年房地产销售额是11.6万亿，今年到现在比去年又少了25%，也就是说，今年最多也就成交8.7万亿左右。就这样的市场环境，你指望谁来接盘？更要命的是第4点，房子已经不香了。以前买房要么自住，要么投资，
现在自住的买不起，投资的不敢买。为什么？因为房租收益率都跌到2%以下了，还不如把钱放银行吃利息呢。这么低的收益，谁还会把房子当投资品？所以啊，那些天天喊着房价已经止跌回稳的官老爷们，我看他们是在自欺欺人。可问题是，光靠嘴说有什么用？前段时间不是说要搞4万亿的白名单贷款吗？现在呢？连国企背景的万科都在游走在违约边缘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根本不相信这些官老爷的承诺。实话实说，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个大泡沫，而且这个泡沫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裂。那些还在幻想房价会反弹的人，我劝你们还是醒醒吧。因为按照现在的趋势，2025年房价别说上涨了，能不继续暴跌就算不错了。最后我想说，如果政府真的想挽救房地产市场，首先要做的不是天天开新闻、发布会喊口号，而是要真真实实的解决问题。比如说，解决烂尾楼业主的困境，给他们合理的赔偿和补偿；比如说，降低税费负担，提高社会福利保障；再比如说，打击腐败，严惩那些挪用购房款的开发商。但很可惜，这些都没有看到。所以，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只会越来越惨。那些还在观望的人，我看还是趁早打消买房的念头吧。毕竟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短期调整了，而是整个行业的寒冬期。而且，这个冬天可能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漫长。